你们都别过来啊！小心后面！已经响了2枪，不等了，兄弟们，上！上！我现在才明白，他庞振山根本就没胆子杀方少爷。所以你想偷偷干掉他？现在就动手，再晚就没机会了。姐，他们全跑了。妈的，走！别动，别动，走！你是鸡眼派来的？鸡眼儿？谁是鸡眼儿？这么说你不是鸡眼派来的，那就是庞振山派来的。你跟我说实话，庞振山是不是发现什么？他好像不知道你们在这儿。你没说实话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不是土匪，您看我连一把枪都没有。不是土匪，怎么待在土匪窝里头？我被他们抓到山上的。抓到山上了？那怎么又放了你呀？他们让我送封信。送封信？嗯。给谁送信啊？送给保安团的方兆猛团长。我就是方兆猛。那信呢？啊。丢了吧？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么一招。那你说一说，信上是怎么说的？那信封口了，不让我看，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小丫头片子，你竟敢糊弄我！我说的是真的。你糊弄我罪加一等，把他绑起来！是。哎，等会儿。我知道新娘子冯巧巧关在哪儿，我可以带你们去。你还想糊弄我？冯巧巧关在山上东边的土牢里，用不着你带路。不是的，我下山的时候听见庞振山说要把她转移到西边的山洞里，我要是不带路，你们找不到的。有这样的事情？嗯。团长，他还真是我在半路给劫的。为了提防庞振山，我让他假扮新娘做花轿，谁知道半路让少爷给劫了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我自作聪明，那新娘子还是被劫上山了呀！真是废物。那好，你给我们带路，要是骗我，你会死得很难看。我哪敢呀！走。走。啊。我们分开走。那行，你们走这边，我们走那边。好，注意安全。走走。冯巧巧关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前面不远。萧红秀骗方兆猛，说带他去西边山洞找冯巧巧，其实将他们引向的是忠义堂，为的是让待在忠义堂的庞振山早点发现方兆猛偷袭。冯巧巧，你怎么逃出来了？我说黄云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而且和冯巧巧在一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呀，哑巴了！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冯巧巧是我的，我们两个早就好上了，是你不顾她意愿，强行霸占了她。冯巧巧，你说的心上人就是他？对，是他。可是我今天才知道他是方少爷。团长，混账！我说石亮，你知道少爷在山上，而且跟新娘子在一起，你当时怎么不说？我是想说来着，但是我怕您生气，每次话到嘴边，我就不敢说了。这样我就更生气。冯巧巧喜欢的人是我，不是你，你赶紧让你的人让开，把我们放了。你这个臭小子，怎么跟你爹说话呢？啊？什么喜欢？逢场作戏吧？我这回是认真的。鬼才信呢！再说了，你没跟家里说吧？你也没迎过亲。我跟冯巧巧可是明媒正娶，喜酒都罢了。那我不管，反正她是我的，你甭想把她带走。你。
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？孽障啊！把他给我捆起来！是。哎，你想干嘛呀你？小红兄，看来你没糊弄我，冯巧巧确实在这儿。原来是你出卖了我们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女侠呢，谁知道你这么不仗义，太不够朋友了吧你！你简直猪狗不如啊！小红兄，你别落到小爷我手里，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好了好了，少说废话，你给我等着！闭嘴！让土匪听见了，把他给我带回去，把他也给我押上。方团长，我对你还是不放心，以防万一，这就对不起了。押回去。小红兄，我跟你没完，你找对。师傅，镇山要给您报仇了。拜师傅！大哥，大哥，保安团上来了，到哪儿了？离上了山，离周玉堂不远了。他们是怎么摸上来的？我们搞事儿了？这个不知道，不过幸好他是从周玉堂正前方摸上来的，那前方都是灌木丛，他藏不住人，这才被我发现。要是他们从侧面树林上来，咱们这会儿还被蒙在鼓里呢。大家伙都听到了吧？方兆猛欺负到他家里来了，外面现在情况不明，大家伙练家伙。是。把门关上。是。哎，继儿怎么没动静？大门又突然关了。庞振山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团长，要不然咱不管继儿了，直接带人冲上去。吉尔说是里应外合的，他没有摸清情况，怎么不能贸然攻打？您是怕继儿干不过庞振山，让庞振山下了圈套？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再等等。好。原来基尔已经暗中投靠了风兆猛。都别动！别动！你果然是内鬼，没想到啊！吉安，你放下枪认个错，老子还把你当做兄弟。得了吧，你的小命现在在老子手里，识相点，赶紧投降。可别忘了，这可是老子地盘。不好意思，这七灵山已经不是你的了，现在是我鸡眼的。方兆猛都答应我了。你真够卑鄙的呀！居然敢勾结我的仇人，就不能化敌为友吗？好了，别再废话，方兆猛的大军就在门外，你们打不过的，要想活命，只有投降。老子宁可战死也绝不会投降。这个鸡眼怎么还不发信号？这次行动好像是仓促了点。方团长，我有一个建议。你说。不如我先上山打探消息。萧姑娘，我看你是想趁机逃走吧？没有，我真的很想帮你们。你就不怕庞振山？没事儿，如果基尔劝降不成功，我就去劝庞振山。你觉得庞振山会听你的吗？我会告诉他，方团长带来了大量的人马，他就是拼光了所有的人也打不赢。难得小姑娘这么用心替我着想啊！那行，那你千万小心啊！团长，您真不应该放他走啊！你担心他会跑？就算他不跑，他也帮不上我们。我根本没指望他能去劝降，只是让他去探路。他就是被庞振山干掉了，我们也没什么损失。大当家的，快开门呐！我是萧红秀。难道他跟方兆猛是一伙人？都别乱动！萧姑娘，快！你来干什么？基尔哥，是方兆猛叫你过来的。啊，无耻！吉尔这个笨蛋，搞不定庞振山，跟他火并吗？团长，属下好像有点明白了。你想让基尔和庞振山他们俩狗咬狗打起来，两败俱伤的时候，咱们去捡个便宜。知道就好。刘若麦，你要再敢伤人，我毙了他！方团长说了，他已经带了2个营的人到山底下了，冯巧巧已经被救出去了，让你不要有顾虑。好，庞振山，听见了吧？赶紧让弟兄们投降！
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你得为他们考虑吧？休想！方团长说了，要留活口。他要活的，不杀他。好，走，走。你们都别过来啊！小心后面！已经抢了2枪，不等了，兄弟们，上！上！大家伙都别紧张，我知道你们受了基尔的蒙骗，上了他的当，我不怪你们，只要你们枪口不再对着自己人，我还是你们的大哥，你们还是我兄弟，把枪放下。好，放下枪，就算你们认错了。小姑娘，刚才你是？刚才我是故意迷惑基尔，好找机会救你啊。幸亏你唱的这出戏，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对付基尔了。小姑娘，你这戏演的也太逼真了吧！刚才对不起啊，误会你了，伤口很疼吧？还真下得去手。小姑娘，对不起。庞振山，我救你可不是白救的，把我的包还给我。东西，我救了你，你还赖着把我的包不还给我吗？弟兄们，给我狠狠的打！不做庞振山，老子有赏！快！上！冲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不好了，方丈盟打进来了！方丈盟，今天可是我爹的忌日，他竟然还打上门来了，真是太可恶了！方团长，小姑娘，方团长，我进来的时候，基尔哥已经把枪抵着庞振山的脖子了，我们都以为要得手了，谁知道趁乱那个女土匪开枪把他给打死了。基尔这个废物，还想当老大？哼！我苦口婆心的劝他们投降，他们不听，还恼羞成怒给了我一枪。要不是你们来得及时，我的小命儿就搭上了。报告，报告团长，里面发现暗道，他们从暗道逃走了。哦，石亮，快去追庞振山！是，一排跟我走。你没事吧？嗯，还好，还能忍的。你先忍忍，回桃林再说。快！大当家，大当家，我姐不见了啊！宋梅掉队了？不是，刚刚一直在路上，他还嘀咕什么，不放过那方兆猛什么的。难道他这方兆猛报仇去了？好像是。这下糟了。团长，他没追上。他庞振山又不是兔子，怎么会追不上呢？
这林子实在是太密了，他们倒是轻车熟路，这往这林子里一躲，我们跟无头苍蝇似的，根本没法追。一帮废物！方团长，报告方团长，傻姑，你怎么来了？方团长，不好了，咱保安团团部后院被人放了一把火，烧着了。什么？王营长、邹营长正在救火，派我来给您报个信儿。那儿放着我刚征收上来的10万斤粮食，谁放的？反了天了！我也不太清楚啊，方团长。是，回头里。团长，那庞振山怎么办？救火要紧，顾不上他，先放他一马。撤！方团长，你是刘老黑的闺女？是和我出手不够快，没能把你给杀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团长，刚才我们清点了一下，由于火势救得比较及时，我们放在后院的剿匪粮几乎没什么损失，只是房屋损毁了2间。是什么人干的？查了没有？暂时还没有，我派人正在查。要抓紧查，对提供线索者重赏，一定要把这个家伙给我查出来。前2天有人在大街上张贴传单，反对我们剿匪征粮。这2天真是巧了，正好就有人放火烧粮。你怀疑是一个人干的？我看很有可能。你们抓紧查，一定要把这个长反骨的家伙给我揪出来。是。你挺厉害啊，土匪窝都快闯。我从小胆就大，出了名的假小子。来啊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家大太太，我们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都归她管。这位是红袖姑娘。大太太好。我也听说了，昨晚上在七岭山上，你可是帮了老爷大忙啊。那位是二太太。二太太好。哎，你干嘛呢？怎么盯着人家？早上听老爷说红袖姑娘如何勇敢，我还以为长得5大3粗呢，哪想到竟是这么秀气一姑娘，我不敢相信，就忍不住多瞅了几眼。你说的没错呀，她为了帮我，差点把命都给搭上了。她是我们家贵客。哦，谁也不许怠慢啊！我知道了，我会跟下人们打招呼的。这老四呢？老四怎么没来啊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老爷，老四昨晚上又闹了，非要吵着连夜去省城找他干爹呢。我好说歹说的才把他劝住。这个老四仗着他干爹是省保安处的，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哟，这个不是五妹吗？长得好生水灵呢，这双狐狸眼可真勾人呢。怪不得老爷被迷得神魂颠倒的，说什么都要娶你。我说老四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谁呀？睁眼说瞎话呀？你以为你谁呀？老四，你弄错了。弄错？他不是这爷俩都想要的狐狸精吗？她不是五妹。不是，原来除了五妹，你又弄来了年轻漂亮的女人呢。我说老四，越来越没边了啊！她叫萧红秀，在麒麟山救过我，差点把命都给搭上了。她是我们家的贵客，不得无礼。哦，贵客。哼。看来我走不远了，记住，情报在长明所里，一定要亲手交给红军独立团团长吴道成同志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要在月底之前送到柴溪口。萧红秀时刻挂念着范德蒙托付给他的绝密情报，急于去麒麟山找庞振山要回他的包袱和长命锁。可是身在方府，他又不敢贸然前往麒麟山，怕引起方兆猛的猜疑。他得想一个万全之策。刘副团长，经理，情况怎么样？多方联系，联系不上。坐。5天以前，老范曾经来电说，敌人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，妄图在月底吃掉我们独立团。可是，计划到底是什么内容，他没有说。估计他也不清楚，还在打探中。会不会是他暴露了？就是怕省城地下党遭到破坏，老范被捕啊！要是老范被捕，我们就再也得不到后续情报了。是啊，我们只知道敌人妄图消灭我们独立团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怎么去应付。眼下红军主力早已转移，我们留下了打游击，被敌人严密封锁，和中央红军也失去了联系。
如果在失去省城地下党情报的话，想要挫败敌人大规模军事围剿，十分困难。那么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老范没有出事，而且他已经搞到了后续情报，只是这个情报啊，一时半会儿没传递过来。再等等看吧。好。老爷，怎么样？我按你的意思，好话说尽，可月关就是不听，还说了金生妃冯巧巧不娶。这个孽障，祖宗的脸都让他丢尽了。我是劝不动他了，让二妹去试试吧。指望他够呛，这小子就是被他惯坏的。这件事情他脱不了干系。我看月光这回是犟上了，他的性子你也知道，要不你就让个步吧。你什么意思？让我成全他和冯巧巧？我可是热热闹闹办了喜酒的，武姨太一下子变成了儿媳妇，那不让桃岭的老百姓笑掉大牙了？我看月光对那个冯巧巧也像是认真的，你不让步，到时候闹得不可收拾，让人看更大的笑话。你要那小的，我不反对，可年轻姑娘多的是，干嘛非要娶冯巧巧啊？别的女人我不感兴趣，我还就看上冯巧巧了。你看上她哪点了？我一见到冯巧巧，我还以为西梅复活了。你觉得她长得像西梅？她的脸型，特别是鼻子特别像。你不是一直恨着西梅吗？20多年了，已经淡了。那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觉得当年不该对她那么狠？哎，行了，别说这事了。四太太在吗？大太太，四太太在屋里听曲呢。大姐，哎呀，这爷俩一个也不松口，都不松口啊！我觉得吧，赶走冯巧巧不大现实。相对而言，冯巧巧做方家的儿媳妇会比做武姨太还好一些。那是自然啊。这毕竟做儿媳妇的是晚了一辈儿，要是老爷娶了当武姨太，那老爷不就更不理我了吗？再给老爷生个一男半女的，你我又都没孩子，过不了几年，你这大管家的位置估计就该让给他了。可我也阻止不了老爷啊，他喜欢冯巧巧的理由你根本就想不到。什么理由？他说因为冯巧巧长得像西梅，所以才对他动了心。西梅，三姨太。是呀，你不是也知道吗？那年西梅从方家逃跑，被老爷抓住了，处死了，好像已经有20年了吧。唉，看来老爷还是没有放下三姨太。哎，大姐，你觉没觉得老爷对这个萧红秀太过热情了，不对劲儿啊？你是怀疑老爷该不会是看上萧红秀了吧？这一个冯巧巧就够闹心的了，再娶一个萧红秀，真没我们俩的活路了。应该不会吧？你别想多了。这怎么不会啊？他都敢当众顶撞我了，还不是仗着老爷给他撑腰啊？这萧红秀真不是省油的灯，赖在方家，总归是个大麻烦。四太太，哟，这不是老爷请来的贵客吗？怎么，今天打算上门来教训我呀？哪有的事啊，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你用得着来请我帮忙？你找老爷什么事儿搞不定？这事不用找他，找你就行。什么事儿？说来听听。我看见后院有一匹马，想借用半天。借马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我表弟，他是一个货郎，行踪不定的。刚听人说他到了罗河镇，我想借马去找找他。好，这马我可以借给你，不过你要在今天还回来。没问题，谢谢四太太，那我走了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老四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怎么了？那个姓萧的跑了。什么？我管吃管住，把他当贵客，他跑了？谁说不是呢？他来找我借马，我没答应，哪曾想他骗了个小勤务兵，说我已经答应了，就把马给骑走了。有这种事情？他不光偷了我的马，还偷了我几件值钱的首饰呢。这么说，他是个惯偷了？可不是嘛，老爷，你都被他给骗了。他借马的时候有没有说去干什么？听他说，在街上打听了他表弟在罗河镇，就去罗河镇找他表弟了。去罗河镇？去，把石亮给我叫来。是。他说去罗河镇找他表弟，可是前几天一场泥石流
把通往罗河镇的唯一一条山路给堵住了，他根本去不了。这么说，他在撒谎？他不会去罗河镇，难道是去了西岭山？你派人跟着他。是。这样能赶走他吗？我已经将屋里的丫头柳叶和那个小勤务兵都收买了，他们俩可以作证。我还将几件不值钱的首饰藏在了马鞍底下，只要他敢回来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就算他萧红秀浑身长满了嘴，也说不清楚了。你这样做，好吗？哎，有什么不好的，大姐？萧姑娘，你们大当家的呢？在山上呢。带我去见他。好。快去！得了，萧姑娘的包总算找到了，是倪秀的混账藏起来了。大当家的，你放了我吧，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。山上的规矩你不懂吗？捡到东西不能私吞。我懂，我懂，我只是看到包里那件旗袍实在太好看了。旗袍？是挺漂亮的。我看到这旗袍，我想送给我相好的，他一定会喜欢。就啊，只惦记着相好呢，就把我们山上的规矩给忘了是吗？长命锁呢？快说，藏哪儿了？什么长命锁？萧姑娘包里面最值钱的就是这个长命锁，你大概以为我不知道吧？真没什么长命锁。我在山下捡到这个包的时候，里面只有这些东西，哪有什么长命锁呀？倪秀，你不老实是吧？大当家的，六当家的，我对天发誓，我真没拿长命锁。报！大当家的，萧姑娘来了。萧姑娘，萧姑娘，咱们大当家的不在，您改日再来吧。不在。哎呀，瞧人记性！大哥早上跟我说过，他今天啊要亲自去桃岭，去查找刘凤妹的下落。我不信。你救过我们大哥啊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自己进去找。哎，萧姑娘。庞真山呢？萧姑娘，我大哥不在，这趟你白跑了。你骗人！庞真山，你给我出来！我救了你一命，你却在这儿当缩头乌龟，一点江湖道义都不讲。哎，行了，别瞎嚷嚷了。干嘛等着我？找我有事吗？把东西还给我。萧姑娘，咱们可有约在先，你得把那封信送到方丈某那儿，我才会还你东西。但我没等下山，他就来偷袭了。他就算是不来偷袭，你这封信也送不到，因为你没有下山就把信给丢了。就算这事我没给你办好，可怎么着我也算救你一命吧。只看在救命之恩的份上，你也该。少在这教训老子，送客。庞真山，知恩图报，你懂不懂？我真是不应该救你这只白眼狼。快走啊！我不走，拿不到我的东西，我是不会走的。萧姑娘，黄毛，怎么回事啊？大哥叫我送客，可他赖着不走。庞真山不还我东西，我就是不走。哎，不走是吧？我的枪子可不长眼睛。快走！你这桃岭城就没找到一点线索？没有，刘凤妹并没有关在保安团的大牢里，这方兆萌把她藏到哪儿去了呢？这方兆萌真的狡诈呀！找不到刘凤妹的下落，我们该怎么救她呀？对了，我刚才在寨门外看见萧姑娘了。他是来要他的东西的，可我又不能把长命锁没在山上的事跟他说，我一着急就把他赶走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有他什么情况啊？他呀，现在可是方府的贵客，方丈母对他客气得很呐。不会吧？他救了我，帮他除掉了鸡眼，坏了方兆萌的好事，方兆萌还能放过他？可我亲眼看见他从方府大摇大摆的进出，这还能有假？这萧红秀还真有两下子，居然会瞒天过海，哼，把这方兆猛的玩得团团转。他该不会就是方兆猛一伙的吧？怎么会呢？既然他是方兆猛的贵客，我们不妨利用他找凤妹。这倒是个办法，就是怕萧姑娘不答应啊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赶紧去把他给我追回来。是，走，大嘴。哎呀，早要知道他是方兆猛的贵客，就不该赶他走。你赶紧去看看倪九，催着混账赶紧把长命锁给我交出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
大哥，我没吱声，萧红秀已经走远了。这萧红秀果然去了麒麟山，还进入了山寨。哦，我看土匪对他还挺客气。他们说了什么？这个离得太远，我当时没听清。真是奇了怪了，萧红秀帮过我们，土匪对他还这么客气啊？不过他在下山的时候，倒是被土匪给压下来的。我看样子他还不想走，直到土匪掏枪威胁他，他这才作罢。估计他是在山上跟庞振山闹什么矛盾了吧？不管他了，既然他回来了，咱们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把他当个贵客。不过记住啊，暗中给我盯紧了。属下明白。世才，我让你查的团部纵火的家伙查出来没有？还没有。还没查到？没用心查是不是？我敢不用心吗？纵火犯太狡猾了，没留下一丝蛛丝马迹。您就宽限我几天吧。老爷，我把这个女贼给抓来了。又出什么事了？女贼？我什么时候成女贼了？你偷了我的马，还偷了我的首饰。马是问你借的，首饰又从何说起啊？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。我这里有人证物证，你休想抵赖。人证可以作假，物证也可以伪造。你倒是说说看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你从我屋里偷走了首饰，就藏在了马鞍底下，刚才都当着你的面给搜了出来了。老爷，你看。四太太，你说我偷了你的首饰，还藏在马鞍底下，那我出去这小半天，早就应该转移了呀，怎么还在马鞍下面？我有这么傻吗？哎呀，老四，没这个脑子，别想着去算计别人啊！老爷，你别替他狡辩，他是真的偷了我的首饰呀！分明是你诬陷我，干嘛说我狡辩啊？亏得方团长是个明白人，不像你那么傻。你竟然敢骂我！哎，少在这胡搅蛮缠了。你肚子里那小九九我还不知道啊？你就是看人家萧红秀不顺眼，想赶她走。我告诉你啊，哎，包括你们几个啊，都听清楚了，萧红秀是我方家的恩人，谁要是跟她过不去，那就是跟我方兆猛过不去，明白吗？红秀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别听他的。没关系，方团长。光儿啊，你就听妈妈一句劝好不好？哎呀，这天下的好女人多的是，你又何苦非要跟你爹去争呢？妈，你就别逼我了。我不是逼你啊，你能不能听一次话呀？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肯听？你要让妈妈怎么求你才肯听？你要我求你是吧？马姐姐就给你跪下了。你干嘛呀？你能不能听我一次话呀？哎呀，你妈别这样，求你了，你起来啊！一次好不好？你起来吧！这样啊！干什么呢？成何体统啊？怎么了？怎么劝你，你都油盐不进是吧？你蛮不讲理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蛮不讲理，讲什么理啊？我跟冯巧巧谈恋爱在先，你看上她在后，你应该把她让给我。你管不着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？如今提倡恋爱自由、婚姻自主，不能违背本人的意愿。还婚姻自主？我花钱让你念书，就学了这么些狗屁歪理啊？还敢教训我？这些钱都算白花了。反正你一向都是横行霸道、蛮不讲理惯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得商量，冯巧巧她不会跟你的。别说了，气死我了！真是家门不幸。来人呐，在！哎呀，你怎么又气你爹？把他给我架起来！没听明白？把他给我架起来！是。哎，你们干嘛？你别伤着月光！你想干嘛你？方正木，你们干什么？想干嘛？我得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怎么做人。老爷，怎么孝敬父母？你给我起开！老爷，方正木行凶打人了！方正木行凶打人了！方正木行凶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姓萧的，你给我出去！你进来干什么？你少在这给我假惺惺装好人！要不是你，我和冯小巧两个早就远走高飞了，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我现在，方团长，您别打了，这样解决不了问题，只会越闹越僵。这是我的家事，你少掺和。咱们总得讲道理吧？这理可不全在您这儿。什么理不理的？红秀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是我贵客，你少管闲事，别管我翻脸。就算他是您儿子，您也不能说打就打呀。哼，是我儿子，我就能说打就打。老爷，老爷，不能打呀，老爷，不能打呀，老爷。老爷，
你怎么动手打你儿子呀？都是你，生了这么个东西！你不许骂我妈！要不是你从小娇生惯养，他能变成这副德行啊？一天到晚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我亲生的。你说他是不是我亲生的？我怎么有这么个混账儿子？好了，烦不烦？走开！